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你好，星期六，王励新贴脸开，大嘲笑徐凯，打响了一场谭松韵争夺战。好六商战，风云再起，战歌上市风云一响，霸道总裁们闪亮登场。本以为全员男生商务风已经足够亮眼，谁知3位女总裁一出场，气场瞬间秒杀全场。更搞笑的是，说好的商务局，却开场秒变修罗场。你比星光美丽剧组的谭松韵、徐凯站在一起，痴恋耿耿的陆星和王励新便觉得眼睛不舒服，好似藏了一颗钉子。将徐凯视为眼中钉这件事，王励新可不是说说而已，时不时便对徐凯贴脸开大，不是讽刺徐凯胆子小怕黑，就是调侃他录节目2天换2个女主角。无论场面有多搞笑，但谭松韵、李雪琴、蔡文静这3位女总裁可不是来好六接玩的，人家是来招兵买马的。在这场好六商战之中，3位女总裁需要在5位男员工杨迪、徐凯、王励新、秦霄贤、丁程鑫中找到他们的最佳员工，同时与最佳员工一起获得比拼的胜利。当听到规则是没有被选择的男生要自动组队的时候，仿佛所有人都默认了杨迪不会是被选择的那个，所以这个环节就变成了看看谁会是杨迪的队友。但凡事无绝对，在3轮比拼之中，每轮比拼结束后，自动组队的男生可以在比自己名次低的队伍中选择交换位置，来到女总裁的身边。不过，当3轮比拼结束后，仍然被留在男生组的2人将会接受惩罚。每一轮的队伍都可以根据排名获得相应数量的幸运球，在最终的抽签环节，被抽中的女总裁还会获得模拟上市的资格。分队环节是一场特殊的招聘，女总裁们可以在这个环节里寻找自己的最佳拍档。每位女总裁可以选择2名男员工一起进入应聘对战台，由2名男员工轮流向女总裁提问，最终没有被气球炸到的男员工与女总裁组队成功。首先发布招聘需求的是开花店的李总李雪琴。鲜花需要配绿叶，所以花店的员工颜值一定要很高。没有想到旁边的杨迪按捺不住了，大胆发问：需要牛粪不？这话确实也没啥毛病，毕竟鲜花插在牛粪上也都是常态嘛。但是李雪琴的招聘要求却是首先排除穿白衣服的，所以杨迪开局便被排除了，而王励新和徐凯则是心有所属。丁程鑫在旁边开开心心的吃完瓜，站起来便对秦霄贤说了句：那咱俩去吧，这事自动就把杨迪给淘汰了。李雪琴十分善良的让杨迪争取一下，然而争取了等于没争取，李雪琴最后还是选择秦霄贤和丁程鑫，把杨迪气得直接输出金句：是选员工不是选老公。而秦霄贤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开队：选老公的话，我会选坐着的那2位徐凯、王励新。反正无论是员工还是老公，杨迪都没有入选。李雪琴给了他第3种选择：当外公。这个游戏对于李雪琴来说是有阴影的，因为上一次她需要在李现和大哥谭健次中做选择，结果既没有得到李现，还失去了大哥，太惨痛了。如今面对秦霄贤和丁程鑫，却没想到丁程鑫竟然玩出了这个游戏的精髓，真是一点也不让李雪琴为难，问的问题都让她选择的理所当然。相比之下，秦霄贤问的问题就显得一点也不高级。比如秦霄贤让李雪琴选择跟谁说相声，而丁程鑫则会让李雪琴选择是跟秦霄贤去荒岛求生，还是跟自己去环球旅行。奈何弟弟输在了运气，一击即中令气球爆炸，
令秦霄贤捡漏和李雪琴组队成功。这个环节最令人意外是，丁程鑫的气球爆炸了，但他的气球选择了李雪琴，所以碎片掉到了李雪琴的头上。这真是剧本都写不出来的节目效果。到了谭松韵选人的时候，又是一个修罗场。这边徐凯深情款款地说谭松韵是他心中唯一的女霸总，这肉麻的话令杨迪和丁程鑫都放弃竞争了。可旁边王立新却开始拆台。王立新让谭松韵不要相信徐凯，只因做剧宣而来的徐凯还有一部戏要宣传，所以第二天他身边的女主角就会换成虞书欣。这一波大招简直令徐凯无力还击，甘拜下风。但真正的暴击还在后头。当王立新说出他和谭松韵在振华中学就认识了，陆星河永远守护最好的耿耿时，谭松韵差点哭出来的那一刻，白月光这招就让王立新赢麻了。谭松韵选择许凯和王立新基本上毫无悬念，可王立新没有想到许凯竟然会在提问的时候自爆。真的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敢提出走夜路回家选谁当保镖的问题的。自己递刀就别怪人家往你身上插了。王立新直接问谭松韵，你看过徐凯的密室大逃脱吗？很不巧，都看过，且笑过。就算是选徐凯，肯定也是想要吓死他。连何炅都让徐凯换一个问题，可以想象这个问题出自徐凯的口中有多离谱。只不过虽然王立新嘴上赢了，可谭松韵还是一次次的选择了徐凯，就像陆星河56次求婚，却依旧无法和耿耿在一起一样。蔡文静的招聘需求和她的企业文化都格外的与众不同。自称小甜菜的她，主打一个又甜又菜，所以需要有少年感的员工来加持。这个要求对于杨迪来说，没法不让他多想，觉得蔡文静属实是有点故意了。刚刚到了外公的辈分，现在又要求少年感，难道是因为他的爆改吗？别看刚刚和徐凯竞争谭松韵那么激烈，可面对蔡文静的要求，王立新依然热火朝天。毕竟被称为老来俏的王立新，在少年这个圈子基本上就没出圈过。只是任凭杨迪和王立新再努力，也注定的不到蔡总的芳心，因为在他那里，员工早就内定了话最少的少年，名字3个字，穿着一身黑，还得戴眼镜，喜欢说姐姐早安的那种。这要求一出，丁程鑫的嘴角就没下来过，内心 OS 报我身份证号的了呗。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贼强的是，蔡文静选了杨迪，却只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得到丁程鑫。果然，比拼开始之后，杨迪问题还没问出口呢，蔡文静就说选丁程鑫，让杨迪直接剪一根机关线。即便杨迪再有运气加持，机关线全剪了，总有一根会触发气球爆炸的吧。因此，这轮快速结束，分队即刻完成。谭松韵和徐凯一队，李雪琴和秦霄贤一队，蔡文静和丁程鑫一队，杨迪和王立新一队。分队完成后，比拼正式开始。首先要考验的是搭档之间的默契程度。第一轮比拼为记住我的需求，两分队比拼，队员之间需要相互配合，完成场上设置的关卡，在任务点上记住相应的信息，再根据信息找到对应的人，背出所有相应的信息，背错则需重新记忆，最终根据使用时间排名。两个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是需要一个人负重前行，可以选择背着或者抱着。徐凯听后一脸认真地问谭松韵，你一会要怎么抱我？那个小表情好像在说，谁还不是个小公举了？谭松韵忍俊不禁，却还是宠着回答徐凯，公主抱。听到谭松韵的回答，徐凯简直笑开了花，而谭松韵瞬间觉得他就是选错了人。第一局是徐凯和谭松韵对战王立新和杨迪，只要徐凯对上王立新，
那就是新一轮修罗场又开始了。但两队从开始画风就有些不对，徐凯和谭松韵这里是甜甜的偶像剧，而杨迪和王励欣则是心酸的奋斗剧。只是当谭松韵和王励欣同框的那一刻，瞬间梦回最好的我们，真是令人泪目。而两支队伍的比拼以杨迪和王励欣胜利结束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谭松韵将喜提王励欣。第二局是丁程鑫和蔡文静对战秦霄贤和李雪琴。只是这个比拼对于身体不好的秦霄贤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任务，他背着李雪琴在指压板上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他的尖叫，甚至在第一个关卡他就已经疼到跪在地上根本起不来了。若不是李雪琴用超强的记忆力令挑战一把就过，秦霄贤的脚还指不定的在指压板上受多少次折磨呢？所以在这一轮比拼中，秦霄贤只起到了搞笑的作用。比拼结束后，杨迪和王励欣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成功走到了心仪女总裁身边。杨迪取代了丁程鑫，王励欣代替了徐凯。接下来的比拼考验的是成员的反应能力。好六街最受欢迎的游戏321，看这边，率先应战的是丁程鑫、徐凯和谭松韵、王励欣 CP 走到了对立面，又是一个修罗场。但陆星河终于可以与耿耿并肩作战了。谭松韵有水是真泼，但没想到丁程鑫反应那么快，不仅挡下了水，还差点把谭松韵和王励欣给干翻。用李雪琴的话说，谭松韵这杯水后坐力极强。当谭松韵终于泼到徐凯的时候，肉眼可见的开心令场外的秦霄贤不禁疑惑，到底是谁俩巨宣啊？说好来宣传的队伍被打散了不说，还整上相爱相杀了。一开始何炅还问谭松韵舍不舍得泼，这哪里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，这是要不要下死手的问题啊。而王励欣也被对面的丁程鑫泼得很惨，每次都是结结实实的一杯水直击面门。或许是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又或许是被丁程鑫的无影手弄出了阴影，在徐凯和王励欣还没分出胜负的时候，谭松韵便朝徐凯泼了一杯水，泼之前还喊了一声徐凯。意识到泼错了之后，谭松韵和王励欣同时逃跑，场面一度变得十分搞笑。而徐凯脸上是水，心里是泪，被自己的 CP 背刺了。这场比拼究竟有多精彩？看秦霄贤在下面看得一脸的意犹未尽就知道了。杨迪和王励欣刚刚才平等时混到了女总裁的身边，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，又被换走了。当杨迪对王励欣说我们俩又在一起了的时候，王励欣的心比刚才被泼水的时候还凉。最后一轮比拼叫做让一让水泡问答，是一个充满着惊喜与反转的环节，也是男生队仅剩的逆风翻盘的机会。每队手牵手举手抢答问题，答对得分。除了男生队之外，每队回答正确时都可以对任意一队进行惩罚。若男生队回答正确，不仅可以对任意一队进行惩罚，同时被惩罚队伍中的女总裁必须从男生队里选择一人坐在自己身边。也就是说，男生队只要答对一题就可以进行换人。这个规则令徐凯和王励欣之间又被激起了斗志，却没想到王励欣和杨迪还没开始答对题呢，就先受惩罚了。丁程鑫和蔡文静答对之后，竟然选择惩罚他们。而看到王励欣和杨迪受罚之后的狼狈样子，旁边的徐凯直接大声嘲笑，十分嚣张。可反转说来就来，燃起复仇之火的王励欣和杨迪，下一题立刻找回了面子，不仅报复了丁程鑫，还夺回了一个蔡文静。只是后来接连2次被喷水惩罚的蔡文静已经不想选任何人了，难过到认为公司直接倒闭算了，最终在无奈之下选择了杨迪。
男生队复仇的火焰一旦燃起，便是燎原之势。接连得分后，王立新终于是把徐凯给替换下来了。在音乐题里一直沉寂的李雪琴和秦霄贤，终于在影视作品题目里找回了优势。当然了，秦霄贤依旧是个摆设，但场面的战况却是越来越焦灼。徐凯夺回谭松韵后，在男生队答题时竟然还在提醒谭松韵的一句“你是哪个队的”，令徐凯瞬间闭嘴，真是乖巧的可爱。当丁程鑫和王立新回答对了最后一题的时候，杨迪的脸色瞬间变得好难看，仿佛已经预料到了自己会被换走一样。果不其然，杨迪正说着要低调，结果就被喷水了，气到发出土拨鼠叫。只是蔡文静这个人总是让人捉摸不透，都以为他会让丁程鑫回来，结果竟然选择了王立新。听到这个结果，丁程鑫仿佛被雷劈到了一样惊讶。得知自己受罚固然难过，可是能与丁程鑫在一起，杨迪却突然开心了起来。但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这个惩罚太沉重了。李雪琴被抽中了模拟上市的资格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数代金券获得投资，而现场投资人则是男生队的2位成员。好，6商战有多精彩，就看徐凯和王立新如何争夺谭松韵。杨迪为了不受罚有多努力，最终却白忙活。丁程鑫不懂蔡文静的心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李雪琴展现超强大脑，秦霄贤全程工具人。好，6阶的热闹真是看也看不够。